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10多年前，大学实验室里，我在载玻片上涂上了胶水，然后将玻片贴到了哥们儿的额头上，滋的一声撕下来，玻片上全是哥们儿的毛囊。然后我人生第一次观察到了一种只有0.3毫米大小的动物——螨虫。接着，实验室的老师开始讲：3月不晒被，600万螨虫陪你睡。螨虫属于猪型纲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每个人的被窝里、毛囊中都住着成千上万的蜘蛛的近亲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老师真的很像营销号啊，直接把我吓傻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螨虫，聊聊这些蜘蛛的近亲。时间回到1928年，德国汉堡，德科医生的诊所里来了一个不断咳嗽的小女孩，鼻炎、哮喘、炎症，小女孩的呼吸道症状一直反反复复，无法根治。诊断以后呢，德科医生觉得小女孩可能并不是真的患病了，而只是过敏了。德科医生决定亲自去一趟小女孩的家中，找到这个过敏源。来到小女孩家里以后，德科医生的助手在地毯上、壁炉里、厨房、卫生间四处取样，就像一个侦探一样。德科医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干净整洁，家里的食物也都很正常，房子周围的环境也很好。来到小女孩的卧室以后，德科医生拍了拍床边的旧沙发，示意助手这里取样。就在助手取样沙发的过程当中，小女孩又不经意地咳嗽了起来。德科医生心里似乎有了答案。几天以后，小女孩又回到了诊所，德科医生要用上次采样的溶液在小女孩的手臂上做过敏测试了。助手先将样品的溶剂滴在小女孩的手臂上，等待一会儿。如果样品和皮肤没有任何反应，就标上减号；如果有反应，皮肤红肿起包，这就证明样品可能是过敏源，标上加号。不一会儿，小女孩的手臂上出现了一连串的减号和一个显眼的加号，这个加号所对应的样品正是小女孩卧室里的那个旧沙发。原来如此，小女孩的妈妈也说，那个沙发正好是半年以前从客厅搬到小女孩的卧室当中的。助手再次来到了小女孩的家中，采样了沙发里的灰尘，然后帮着小女孩的爸妈把沙发又搬回了客厅当中。果然，小女孩的哮喘不久以后就自己好了。接着，德科医生研究了沙发里的灰尘，他发现灰尘中有大量的螨虫，这是一种尘螨。德科医生把这个病例和自己对尘螨引发过敏的猜想写成了一篇论文，发表了出来。这是人类第一次关注到尘螨可能导致过敏。尘螨是大自然中48000多种螨虫中的一类，大概长这样，很小，0.2毫米左右，主要生活在家居环境的灰尘和死角当中。所谓的3月不晒被，600万螨虫陪你睡，就是指这种尘螨。尘螨喜欢湿润的空气，如果是湿度80%左右的江南梅雨季，那简直就是尘螨繁殖的天堂。尘螨主要吃人身上掉落的皮屑，也会吃一些霉菌，它大概可以活10周左右，在生命的最后5周呢，会产下大概80颗左右的卵。用显微镜去观察尘螨，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家伙没有肛门，只进不出。但是科学家说，它们其实是排便的，每天大概会排出2颗粪球，只不过没有肛门，这些粪球会一直储存在它们的体内，肚子越来越大，直到它去世的那一天，咣的一声原地自爆，大概会有2000多个极微小的粪球被喷射到四面八方，导致过敏的正是这些被喷射出来的粪球。因为尘螨的肠道中有一种消化酶，而这个消化酶在尘螨死了以后，主要存在于它的粪球当中。这种消化酶后来被证实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过敏反应，比例大概是欧洲、美洲、非洲都是25%左右，东亚则高达47%。但是要引起像小女孩那么严重的过敏，全人类范围内的比例大概都在5%以下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如果你是那种一到南方一闻到潮湿空气就莫名其妙的浑身难受的人，那么你可能就是对当地的尘螨过敏了。看懂了这个原理，防治尘螨的思路也就很清晰了。第一，切断食物源，定期清洗床上用品，不要让身上的皮屑一直留在床上。第二，改变温湿度，定期晒被子，湿度低于20%，温度高于60%，这都能有效的杀死尘螨。再拍一拍被子，把那些粪球皮屑都拍掉，这非常的有效。第三，家具材料，为什么西方人喜欢用毛毯、纺织品、羽绒枕头、羽绒被？为什么东方人大量使用木质家具、石材地板？这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过敏比例比他们高。
木质家具、石材地板、药材枕头等等等等，这些东方人独有的生活习惯，从防治螨虫的角度来看，可能都蕴含着非常有效的祖先智慧。螨虫并不可怕，在没有人居住的干燥房间里，它们会聚成一团，缩小表面积，减少蒸发，静静地躲在角落里等着你回来。你回家以后，身上的皮屑和湿润的气息就将很快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。它们就像《千与千寻》里的灰尘精灵一样，无处不在，与人类和谐共生。那营销号为什么会说螨虫引发各种皮肤病呢？比如酒糟鼻、湿疹、疥疮，甚至是斑秃等等恶心的症状。那是因为大自然有食物链，你的脸上也存在着极其微妙的生态平衡。我们继续看。时间回到300多年前，一艘探险船正在地中海上航行。他们来自意大利，要去侦察土耳其沿岸的海防情况。旅途凶险，长期的漂泊让船员们爆发了各种怪病。随船的医生叫做伯洛莫，他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科学天才，15岁就获得了比萨大学的哲学和医学双博士学位。这趟为期2年的航行中，他也被各种怪病折磨着，其中最让人痛苦的就是疥疮。船员们奇痒无比，深夜的船舱中全是大家翻身抓痒和无奈的呻吟声。伯洛莫开始用显微镜观察大家的皮肤，他发现了一种微小的活物，并且将它们画了下来。这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螨虫。他还发现这种螨虫似乎在人类的皮肤中挖洞、交配、产卵，这极可能就是引发疥疮的元凶。根据自己的理论，伯洛莫开发出一种沐浴液，使用了盐、汞、硫、硫酸以及其他具有腐蚀性和渗透性的物质，然后沐浴液拯救了船上所有的大老爷们儿。一时之间，大家欢欣鼓舞，士气高涨。当年只有18岁的伯洛莫差点就被大家选为了船长。回到意大利以后，伯洛莫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论文寄到了罗马医学院，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和哥白尼一样的命运——异端。就这样，一个天才被埋没了。在陆地上他混不下去，只能到船上去当船医，靠疗效吃饭。10年以后，年仅29岁的伯洛莫在漂泊中死去。他留下的医学手稿都非常的超前，至今西方还有很多科学家在不断研究他的手稿。后来的历史资料显示，当时一个叫做南西西的医官陷害了伯洛莫，他是教皇的首席医官。他因为嫉妒，就动用自己手上的政治权力，给伯洛莫早早地判了死刑。南西西坚称疥疮是因为体液失衡所导致的，应该用教皇钦定的放射化学疗法来治疗。什么伯洛莫，什么螨虫导致疥疮，这都是反叛教皇的异端。又过了小200年以后，19世纪初的医生们才纷纷站出来为伯洛莫翻案。他们告诉大家，这种会在皮肤上打洞的螨虫叫做疥螨，它们以成螨为食，吃饱了就在皮肤上打洞，高兴了就在洞里生孩子，寂寞了就从洞里出来交配，然后人类就会患上酒糟鼻、疥疮，甚至是斑秃。故事分享到这里，突然想起夫人的一句话：难怪原先含汞的某吐水那么管用，祛痘美白效果简直一流，原来都是伯洛莫的配方啊！后来被曝光了，不能用汞了，某吐水也就越来越不行了。疥螨比尘螨大1号，大概0.4毫米左右，没有眼睛，生命周期只有2周左右。它们在皮肤上打出一条长长的洞穴，这个过程大概只需要25分钟到1个小时。这些洞穴也是常立链球菌的绝佳场所，所以只需要10几条这种洞穴就能引发瘙痒。然后你会去抓破皮肤，导致细菌感染，进一步引发湿疹和疥疮。疥螨在洞穴中产卵，每天大概会产2到3个，去世前大概能产30个左右。3到4天以后，这些卵就将变成新的疥螨，开始继续挖洞。全球范围内约有4%的人携带疥螨。更让人抓狂的是，只要和别人握手、碰面或者和宝宝亲热，这都能够传播疥螨。这简直太让人难以接受了。那如何防治它们呢？其实好像除了用汞、用伯洛莫的配方，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方法。消炎药、抗生素，这都是治标不治本。为了治本呢，那就只能去做所谓的改善肤质了。至于如何有效的改善肤质了，就要留给美妆博主们去做了。除了改善肤质以外，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定期的清除尘螨。因为疥螨以尘螨为食，尘螨少了，疥螨自然就不可能多。
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卫生水平不断的提高，现代都市人几乎不携带芥螨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反而是宠物，尤其是猫狗的毛发当中非常容易携带芥螨，它们身上的芥螨也是会通过接触传染给人类的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即使偶尔接触了猫狗，芥螨也并没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爆发呀。这当中的一个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有一种比芥螨更加凶悍的螨虫，可能已经在你脸上寄生了。我们继续看。时间回到1842年，这一年又有一个18岁的医学天才在德国吉森大学攻读医学博士，他叫古斯塔夫·西蒙。这一年，他通过我们故事最开头的那个方法，观察到了毛囊当中的一种螨虫。和别的螨虫不一样，这种螨虫有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大概 0.4 毫米长，它似乎正在我们的毛囊里吃我们的皮肤细胞和油脂。它们怕光，白天躲在毛囊里，夜晚就会爬到皮肤上开始爬行，每小时大概能走10厘米左右。这次西蒙也将自己的发现寄给了当时的学界泰斗，等待他的还将是和伯洛莫一样的命运吗？收到西蒙这封信的大佬叫做理查德·欧文。欧文爵士有2件事是被我们熟知的：第一，毫不留情地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异端；第二，将一种史前巨兽的化石命名为恐怖的蜥蜴，也就是恐龙。欧文收到信以后看了看，西蒙好小伙，无门无派，可造之材，于是大笔一挥，认可了这个18岁年轻人的发现，并且为这种新发现的螨虫取名为乳形螨，希腊语当中脂肪蛀虫的意思。到了1976年，传奇的螨虫专家威廉纳丁通过调研发现，从欧洲的白人到东亚的居民，再到澳大利亚的土著以及北极的爱斯基摩人，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种群当中，面部毛囊里几乎都居住着各种乳形螨。当时威廉的一位学生写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，毫无疑问，第一个访问月球的无脊椎动物就是乳形螨，因为美国宇航员的脸上100%携带乳形螨。乳形螨为什么会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呢？后来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，那就是乳形螨也没有肛门，那条长长的尾巴当中是各种消化产物。但是乳形螨和尘螨不一样，它们是吃油荤的，于是就有各种各样数量庞大的微生物寄生到了它那条尾巴当中。这些微生物今天想吃油荤了，明天想吃蛋白了，就让乳形螨去帮它们吃。乳形螨虽然软弱，但它肚子里的这些微生物很霸道啊！听说芥螨要来抢地盘抢吃的，有没有事先问过这些地头蛇？于是科学家们发现，人类不容易感染芥螨的真正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脸上已经有了更加彪悍的乳形螨。乳形螨会抑制芥螨的生存。还好，乳形螨没有在人脸上打洞的癖好，只是寄生在我们的毛囊中，帮我们清理毛囊、吞噬细菌，这也算是一种共生吧。但是青春期毛囊油脂过多分泌的时候，乳形螨也会超量繁殖，我们依旧会烂脸。这又是什么原理了？因为乳形螨和尘螨一样，没有肛门，最后都会因为只进不出而爆掉。但是这一次爆出来的可不是粪球和消化酶那么简单的，而是大量的寄生微生物。可想而知，这些微生物在毛囊当中是多么的容易引发炎症，导致烂脸。以上就是我们身体上最主要的3种螨虫：第一，躲在被子里的尘螨诱发过敏；第二，吃尘螨的芥螨在脸上打洞诱发疥疮；第三，定居在毛囊里的乳形螨保护领地也胡吃海喝，最终搞不好就能诱发我们烂脸。最近几年，有一个叫做米歇尔·特劳特温的昆虫学家一直在研究各种螨虫。他发现螨虫的类型和全球各地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，尤其是乳形螨，这都是你的父母在你出生以后不久就祖传给你的。科学家甚至能通过对比2个人身上的螨虫类型来判断他们家族之间的亲缘关系。为什么民间有结婚以后青春痘就会消失的生活经验呢？这当中的一部分原因就可能是因为双方交换了祖传的螨虫。人类和螨虫就保持着这种古老而亲密的关系。螨虫并不可怕，人类不可能也绝不能消灭螨虫。我们必须学会与螨虫和谐共生，更进一步学会与大自然和谐共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夫人说，可能地球正处在青春期吧，正在烂脸吧。石油就是丰富的油脂，而人类就是螨虫。